沈燕之和弟弟沈一峰意外获得了2张符咒，一张是考神附体，一张是财神附体。沈一峰抢先一步攥住了考神符咒，我看着他笃定的模样，眼底掠过一丝了然。上一世他可是拼尽全力抢走了财神符咒，如今这般反常，分明是和我一样重生了。哥，这一世轮到我当高考状元，考入清北，成为世人敬仰的科学家。沈一峰扬着下巴，语气里满是得意。你就拿着财神符咒爽1年，等期限一到，照样穷困潦倒。我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，伸手接过剩下的财神符咒，语气平淡：那哥哥就祝你前程似锦。我本就爱读书，上一世无符咒加持都能考上省状元，读到博士后，如今有了财神附体，反倒能兼顾学业与生活，何乐而不为？拿到符咒后，我揣着身上仅有的50块零花钱，直奔彩票站，花20块买了10张刮刮乐，没中头奖，却也刮出了5万块奖金。这笔钱不多，却是我撬动财富的第一块基石。我立刻拿着钱辗转于几家不同的彩票站，花1万买下10几张不同品类的100倍复式彩票，剩下的4万留作备用，静等今晚开奖。买完彩票，我先去数码城添置了手机、电脑和耳机，这些都是上一世我一心扑在学习上，始终没来得及拥有的设备。随后，我直奔海底捞，点了满满一桌爱吃的菜品。上一世，我为了钻研学术，经常废寝忘食，从胃炎拖成胃癌。后来，即便身家千亿，能买下全世界的火锅店、烤肉店，肠胃也再也承受不住一顿热辣火锅，只能对着美食望而却步。这一世，我要好好弥补身体的遗憾，痛痛快快的吃一顿。饱餐之后，我在5星酒店订了间大床房。上一世，我为了保证睡眠质量，花420万买了一张海思腾床垫，却依旧夜夜失眠，怕脑子不够活跃，怕研究卡壳，我不敢吃安眠药，只能睁着眼熬到天明。如今重获健康的身体，我倒头就睡，一觉竟睡了15个小时，醒来时神清气爽，久违的轻松感漫遍全身。我打开手机查询开奖结果，仔细核对后，发现总共中了150万。这个数额不算惊人，却足以让我迈出财富积累的第一步。要知道，若无财神附体加持，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未必能中1万块。我当即前往彩票中心兑奖，扣除20%的税款后，到手120万。我和沈一峰那浮躁的性子截然不同，他上一世握着财神符咒肆意挥霍，不懂钱生钱的道理，符咒期限一到便迅速返平。而我上一世搞过科研，经营过神话集团，那些认知与经验并未随重生消失。我始终清楚，钱财是身外物，唯有知识与技能才能伴人一生，但合理利用财富，才能为人生添砖加瓦。我打开电脑注册了证券账户，目光锁定在上一世股市中的传奇股票东方科技。此刻正是这只创业股发行初期，股价仅1块钱一股。根据记忆，1周后它将开启暴涨模式，半年内就能涨到300多块一股。反观沈一峰，自从得了考神附体，便彻底松懈下来，上课不是睡觉就是看杂志，作业从来不做，老师忍无可忍批评他，他却满不在乎的反驳：我天资聪慧，根本不用死读书，高考照样能拿省状元。老师见他痴人说梦，也只能气冲冲的放弃管教。我依旧保持着努力学习的节奏，上一世虽已是省状元、博士后，却从不敢轻视高考。只是这一世，我的目标不再是清北，也不想重走上一世的老路。上一世，我这个科技天才与他这个商业天才强强结合，婚姻被世人奉为神话。可没人知道，那段日子我如同赤脚走在尖刀上，痛得血淋淋，却还要强装完美面对世人。沈一峰凭借考神附体，备受老师和同学的吹捧，他愈发骄傲自满，每次见我埋头学习，都要冷嘲热讽几句：哥，你再努力也比不上我，不如趁着有财神附体，多买几张彩票，好好享受这一年，省得以后穷困潦倒。我从不理会他的挑衅，此时我的股票已经涨了100倍，账户资金突破1亿，比起口舌之争，财富与心境的稳定更重要。我对奢靡生活毫无兴趣，只求1日3餐能吃到喜欢的食物。当东方科技股价涨到300元一股时，我果断抛售，账户资金累积到4亿多。沈一峰借着高颜值和天才少年的人设，在网上迅速走红，靠着分享知识攒下了200万左右的学习基金。这天，沈一峰兴冲冲地闯进我的房间，一脸嘚瑟地说：哥，你猜我认识了谁？我正演算着一组科研数据，头都没抬，不知道也没兴趣。哼，我说出他的名字，你肯定有兴趣。他叫温之瑜，商业天才少女。沈一峰凑近我，眼神里满是挑衅：上一世你拥有的一切，这一世都会是我的，真开心。我故意装出困惑的模样，皱眉道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什么上一世？这一世我可没有那些奇怪的记忆。说着，我伸手想去摸他的额头，试探他的反应。沈一峰一把推开我的手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气扫兴：没意思，我还想让你眼睁睁看着我抢走你的一切，包括温之瑜。他砰的一声关上门离开了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又拿着手机折返，屏幕直直的对着我。视频里正是温之瑜。之瑜，我给你介绍下，这是我哥，长得还行吧？看到温之瑜的脸，我心底瞬间泛起强烈的抵触，只想快点结束这场闹剧，尊重他人命运。沈一峰自己选的路，好坏都该他自己承受。之瑜，你觉得我哥怎么样？沈一峰追问。视频里的温之瑜淡淡开口：不怎样。沈一峰的脸瞬间亮了，得意的扫了我一眼：哥，你听见没？之瑜说你不怎样。我点头附和：没你好。沈一峰反倒有些失望，又对着视频说：他倒是有自知之明，知道无论是学习还是外貌都比不上我，的确比不上你，毕竟天才只是少数。温之瑜接话道：没错，我们俩就占了其中2个，以后世界都是我们的，到时候我哥给我打工都不配。沈一峰的笑声得意又魔性，我无奈的笑了笑，直接把他推出去，反锁房门，免得他再打扰我做事。刚亲近没多久，手机就弹出一条好友验证信息，这一世我绝不要再和他有任何牵扯，当即点了拒绝并拉黑，杜绝一切后续纠缠。可没过几分钟，又一条好友验证弹了出来，备注写着：哥哥你好，我是温之瑜，你弟弟的朋友。看到这个微信，我的血液几乎凝滞。上一世我偶然发现过他这个小号，偷偷登录后，里面的内容彻底刷新了我的三观。他的执着终究还是追了过来。世人眼中，温之瑜家境优渥，身段决绝，兼具商业天才之姿，是无数男子心中的白月光。网上更流传取
妻当娶温之瑜的说法。我沈燕之作为他前世的丈夫，成了众人羡慕嫉妒的对象。他们全然无视我曾获国家最高科技奖，无视我毕生钻研的努力，只将我归为温之瑜的老公。唯有我清楚，这份关联毫无幸福可言，只剩刻骨痛楚，惨到我生生世世都不愿与他再有半分牵扯。可他偏要阴魂不散，为彻底杜绝他家好友，我干脆注销了微信。哥，明天520。至于要来看我了，沈一峰兴冲冲闯进来炫耀，我要给他一个难忘的浪漫日子，好期待。我冷淡应了一声，波澜不惊。见我这般态度，沈一峰猛地攥住我肩膀质问：你是不是妒忌我？我失笑摇头，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，只是以后别在我面前提温之语，我不想听，也没兴趣。沈一峰脸色一僵，怒目圆睁，哥，我警告你，别贪不属于你的东西，更何况至于根本看不起你。我点头表示赞同，语气带着几分戏谑，没错，他就看中你，喜欢你，祝你们俩锁死一辈子，永不分离。沈一峰满脸理所当然，扬着下巴道：那是自然，这一世我要和他成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，你就安心死读书吧，日后我念在兄弟情分上，给你找份好工作。呵，到底是谁给的底气？沈燕之在心里冷笑，即便他考神附体，也走不通自己上一世的科研路。科研从不是考试，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。可他万万没料到，沈一峰终究还是把温之羽带回了家。放学推门而入，瞥见温之羽的身影，沈燕之惊得一个趔趄。沈燕之，你好呀。温之羽扬起标志性笑容，冲他挥了挥手。寻常男人见了这笑容，多半眼冒红星，沈燕之却心头乱跳，全是惊惧。他强装陌生，板着脸厉声质问：你是谁？凭什么进我房间？温之羽站起身，笑容瞬间变得阴恻，像蛰伏在暗处的毒蛇。你未来的妻子。沈燕之浑身一寒，骤然明白，重生的不止他和沈一峰，还有温之羽。难怪他总能预判自己的危险。我强行按耐住心底的波澜，刻意装出一副匪夷所思的神情，没好气的驱赶。温之羽，你要找的是我弟弟沈一峰，不是我，麻烦你立刻离开我的房间。温之羽却俯身拿起他摊在桌面的草稿纸，指尖点着上面的公式，一脸笃定的揭穿。沈燕之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也是重生的，不然以你从前的底子，根本不可能写出这种公式。我的脸色微微一滞，不过转瞬便迅速冷静下来，这不过是大学基础微积分。温之羽是文科生，对大学数学本就一窍不通，哪里分得清这是基础公式还是什么高深科研数据？他不过是凭重生的执念胡乱揣测。这时沈一峰不知从哪冒了出来，见状怒气冲冲的扬手就扇了我一巴掌。他双眼血红，语气歇斯底里：哥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的朋友？一对颠公颠婆。沈燕之也来了火气，反手就抽了沈一峰一巴掌，冷声道：不是所有人都把糟粕当宝贝，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房间。糟粕？你竟敢说至于是这个？沈一峰捂着脸，脸色铁青。沈燕之，你分明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他说着一把拽过温之羽，急忙安抚：之羽，别理他，我哥就是个神经病，我们走。温之羽擦过我身边时，我终于吐出了憋了2世的口水，有病。温之羽气得脸色涨红，慌忙拭去脸上的水渍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，转身跟着沈一峰离开了房间。没一会儿，沈一峰又颠颠跑回来，手腕上的蓝钻手表在灯光下闪着刺眼的光。哥，你看，之羽送我的。他得意地晃着胳膊，这表至少100万，他肯送我，分明是看中我，迟早是我女朋友。我只觉一阵反胃，上一世这同款手表温之羽也送过我，还强令我日夜带着不许摘下。那手表于我而言不是馈赠，是枷锁，日日灼烧着我的皮肤，让我恨不得剁掉胳膊，却迫于温之羽的强势敢怒不敢言。见我脸色难看，沈一峰误以为我嫉妒，扬着下巴警告：哥，你以后别再对之羽无礼，这一世他肯定是我的。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我都说多少遍了，我对温之羽半分兴趣都没有，以后别在我面前提他。转瞬到了高考，我落笔从容，纵使没法复刻上一世的省状元荣光，稳居全省前10也绰绰有余。沈一峰满怀傲气地踏出考场，刚站稳便被等候在外的记者团团围住。沈一峰同学，你对这次高考有把握吗？一名记者率先发问。少年抬额，眼神里满是笃定，如无意外，省状元非我莫属，我本就是旁人公认的天才，区高考若拿不到状元，反倒辜负了这名号。记者又追问，听说你有位哥哥沈燕之，他成绩能否与你并肩？这话像触到了沈一峰的笑点，他嗤笑一声，语气不屑：我俩虽是亲兄弟，却天差地别，不管外貌还是智商，他就是个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。话音刚落，他瞥见穿着宽大校服路过的我，猛地伸手揪住，哥哥，将我拽到镜头前。沈一峰精心打理过仪表，衣着光鲜，神采飞扬，我则面色沉静，身形隐在校服里，透着股沉闷的书生气，鲜明反差让记者们连连惊叹，对着沈一峰不住吹捧。我垂着眼，全然不在意沦为衬托弟弟的绿叶，反倒刻意放缓动作，显得愈发笨拙呆滞，任由镜头将两人的不同定格。不远处的温之羽静静看着这一幕，神色复杂。媒体报道一出，弟弟沈一峰的粉丝再度暴涨，直奔800万。他愈发热衷于营销，开直播收割流量，又轻松入账几百万，成了旁人艳羡的小富翁。面对我，沈一峰满脸嘚瑟的炫耀财富，还嘲讽我即便有财神眷顾也不会利用，依旧是副穷酸模样。我淡淡瞥过，并未点破我投在股市的资金早已翻倍至12亿，等增至30亿，便是我大展拳脚之时。届时即便有10个温之羽，我也全然不惧。高考成绩公布当日，大批记者蹲守在家门口，就等采访沈一峰。此前这天才少年夸下海口要夺省状元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是焦点。我不愿惹麻烦，早已悄悄避远。成绩未正式公布，清北2所顶尖高校的招生电话便先后打来，语气热切地邀请我报考，还抛出丰厚福利。这场景与上一世如出一辙，我心中有数，自己考得极好。我婉言谢绝了清北的盛情，明确表示要报考国防大学，以一颗红心报效国家。上一世这份理想便被温之羽死死压制，我沦为其满足私欲的工具，身不由己。
这一世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我暗下决心，这一世不贪清北的虚名，不与温之瑜有半分牵扯，只求一身自在。高考分数公布，与前世分毫不差，弟弟沈一峰仍比他多1分，稳夺省状元。沈一峰对外大肆宣扬，我能有此成绩，全靠他提前辅导。旁人问及，我皆随口附和，把所有风头都让给弟弟，任其天才人设愈发牢固，粉丝量暴涨。填报志愿时，沈一峰郑重警告：哥，我要去清北，你有自知之明就别跟来，免得被我盖过光芒。我笑答：放心，我对清北毫无兴趣，我要报国防大学。不过你填志愿得在我眼前，别出尔反尔。我当着沈一峰的面填报了国防大学生化核能科技专业，这是我上一世深耕的领域，却被迫用于商业，未能报效国家。这一世终要弥补遗憾。不久后，沈一峰与温之瑜在网上高调官宣恋情，二人皆被清北提前录取。天才少年与商业奇才少女的组合，让沈一峰收获海量粉丝与流量，风头直逼一线爱豆。而我早已心向远方，步履坚定。看着身边同学陆续收到提前录取通知，我的心愈发焦灼，迟迟等不到国防大学消息。我登录高考志愿系统，眼前的画面让我如坠冰窖。唯一的志愿国防大学被篡改，换成了一所口碑极差的大专。我攥着手机冲出门，一把揪住满脸得意的弟弟沈一峰：“是你改了我的志愿。”沈一峰无所谓的郑开，语气轻佻：“不然呢？我就你一个哥哥，可不想把你交给国家，更不想独自承担养父母的责任。再说，你本就只配读大专。”怒火攻心的我一巴掌扇过去，冷声道：“我倒要看看你又有多配！我绝不能放弃国防大学，那是我的执念，更是摆脱温之瑜的唯一出路。上一世，我与国防大学校长有过交集，还留存着联系方式。我立刻拨通电话，如实说明情况。校长闻言，让我即刻来首都面试。我连夜订了机票奔赴首都。一番深入交谈后，校长对我十分赏识，当场决定破格录取，还承诺为我配备一支生化核能团队，唯一条件是我需自行承担研究经费。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，属于我的未来自此有了转机。我的股票资产已达30亿，支撑经费研究绰绰有余。我此刻最缺的是适配的平台与优质人才团队。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去国防大学报道时，弟弟沈一峰满脸不解地追上来：“你怎么可能被国防大学录取？凭实力！”我淡淡回应，拉着行李箱走到门口，忽然回头叮嘱：“咱们的符咒快过期了，清北有能力测试的开学考，到时候别原形毕露。”沈一峰脸上掠过一丝慌乱，转瞬便镇定下来，语气不屑：“都录取了还能把我退了？我可是千万粉丝网红，他们不至于这么不识相。”我没再多言，拖着行李箱奔赴机场，直奔我的梦想，为国家国防建设添砖加瓦。刚下飞机，陌生来电响起，我以为是国防大学的通知，听筒里却传来温之瑜阴恻恻的声音：“沈燕之，立刻从国防大学退学，否则我让沈一峰生不如死。”上一世，温之瑜也曾用弟弟要挟我，那时我念及亲情，沦为软肋。可这一世，沈一峰处处压我一头，甚至篡改我的志愿，早已耗光了我仅存的血缘情分。我眸色冷沉，握紧了手机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任人摆布，我绝不会再管温之瑜的死活，更何况这事还牵扯上了他。懒得跟温之瑜多费一句口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拉黑，关机，一气呵成，转身走进国防大学校园报道。刚安顿好，校长便把我叫进办公室，递来一叠检举信，语气严肃地问：“这些信都举报你品德恶劣，考试作弊，你怎么看？”我心中了然，这必定是温之瑜的手笔。他清楚，一旦我踏入这所学校，成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科研人员，他就再也没机会控制我、压榨我了。我没拆那些信，只是平静地看向校长。校长，我问心无愧，您若质疑，给我一段考察期便是。你是我特招进来的，我信你。校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眼中满是期许。我们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盼你能为国防建设出份力。说着，他朝门外招了招手。我转头望去，心脏骤然狂跳，那是我魂牵梦萦两世的脸，宋婉清，我家的小丫头。校长笑着介绍，她想加入你的团队，你看要不要留？要。我想都没想便用力点头，声音里藏不住激动。我执意要进国防大学，一半是为了报效国家，投身国防，另一半便是为了奔赴这场与宋婉清的重逢。沈燕之，谢谢你，我想和你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，往后请多多指教。宋婉清朝我伸出手，指尖纤细微凉，我心头发紧，带着几分紧张握住，刚要悄悄收回，她却骤然收紧力道，目光晶亮又灼热，藏着掩不住的激动。沈燕之，我等了你好久。我惊得愣在原地，怔怔望着她。你知道我认识你好久好久了，久得好像过了一世。她眸光一移，深深望进我眼底，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她也是重生的。我曾以为对她的心意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，竟不知她也在时光里等我。眼圈不由得微微泛红，我低头望着她，声音微哑：“那我能不能抱抱你？”话音未落，宋婉清便张开双臂钻入我怀里，砰砰的心跳声隔着衣料传来，清晰又滚烫。我轻轻拥住她，心头满是安稳，只愿沉溺在这份美好里，永不醒来。很快，我和宋婉清一同成立科研团队，我们凭着前世记忆，将如今尚年轻、未来却大有可为的人才招至麾下。科研资金由我全权支配，无任何掣肘。团队项目推进的十分顺利，接连斩获多项世界领先成果，大幅增强了国家国防实力，令以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忌惮不已。传闻爱慕国军方开出高价悬赏谋杀我，可他们既寻不到我的踪迹，也从未知晓我的真面目。我与宋婉清并肩前行，在科研之路上守护家国，也珍藏着这份失而复得的情谊。踏入国防科研领域的那一刻，沈燕之这个名字变成了过去式，代号001，是我唯一的身份标识。万幸的是，在这里我遇见了宋婉清，我们在精神与科研上高度同频，工作时是并肩攻坚的伙伴，闲暇时是心意相通的恋人。工作与爱恋交织，能和爱的人做热爱的事，大抵是世间最圆满的幸福。温之瑜曾带给我的那些噩梦，早已彻底落幕。我与他，与我那弟弟沈一峰，再无半分牵扯。他们的境遇，我本毫不在意，只是偶尔上网会瞥见关于二人的零星消息。这一世没了我的牵绊，温之瑜并未如他所愿成为商业大佬，他照旧开了家神话公司，却仅撑了半年便宣告破产。
海银非法融资被判15年有期徒刑，沈一峰则因考神符咒失效，在清北入学考试中作弊被当场除名。他直播时连小学数学题都解不出，初中英语文章也读不完整，天才少年的人设彻底崩塌，粉丝争相取关，最终被全网封杀。和上一世一样，他再度陷入潦倒，不堪重负，患上了精神分裂。常有路人拍下他的模样传到网上，视频里的他逢人便问：为何我哥无论选什么都能扶摇直上，我却不倒霉？无人应答他，我多想告诉他，选择从不是关键，唯有脚踏实地的努力，才能守住所获的一切。那些靠旁门左道得来的光鲜，终究会烟消云散。